一个年轻的家庭由于经济拮据，被迫搬到偏远的乡村居住。可是，在搬家后没多久，意外就发生了，两个孩子的母亲被发现离奇死在了家中。案发现场的电视是打开的，他的手里还拿着一个电动玩具。这一系列不解的行为让警方一时间也搞不清楚具体的原因。直到一名关键性的证人出现，他们才了解了事件的过程。意外发现的日记本揭露了一段阴暗的真相。那么究竟是谁对他有如此大的仇恨，以至于在他死亡后还要羞辱他？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大家好，我是大熊。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华盛顿州塔科马，这里是一个港口城市，它位于西雅图和州府奥林匹亚之间，该城市的人口大约20万人。案件主人公丽莎出生于1971年6月28日，案发时27岁。丽莎是家中的长女，她还有一个妹妹，姐妹两人出生于加州圣地亚哥。她的父亲是一名军人，小时候的她经常因为父亲的工作变动来回搬家，所以她在年幼时也没有几个固定的玩伴。直到她的父亲退役后，他们一家才在塔科马安顿了下来。这时的丽莎也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丽莎是一个非常外向、聪明的女孩，她对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她敢说敢做，属于比较直爽的一类人。高中毕业后，丽莎决定从事医疗保健行业。她通过考试获得了相应的从业执照，之后她在一家疗养院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工作期间，她认识了当时22岁的丹尼尔。丹尼尔在这家疗养院已经工作很久了，他是一名护士。他在工作中对丽莎提供了很多帮助。由于两人需要经常接触，彼此又都是单身的状态，于是一来二去，他们很快走到了一起。这段关系在经过1年多的磨合后，最终也有了结果。1994年，他们举办了婚礼，成为了夫妻。结婚1年后，丽莎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孩子们的到来对丹尼尔一家来说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但是有了孩子以后，他们不得不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养2个孩子的费用实在是太大了。虽然他们都有正经的工作，但是相比之下，以他们现在的家庭收入是无法承担2个孩子日托费用的。于是在经过衡量后，丽莎决定辞掉工作，专职在家照顾2个年幼的孩子。虽然这样看起来算是比较折中的办法，但是仅仅依靠丹尼尔那点微薄的工资，还是无法应对日常的开销。这对年轻的夫妻平时只能依靠刷信用卡度日。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这对夫妻很快遇到了财务问题，他们已经刷爆了10几张信用卡，还欠下了很多的外债。在这种情况下，丹尼尔不得不向他的父母求助。丹尼尔的母亲卡罗尔在得知后对他们伸出了援手，她提出了让儿子和儿媳搬到自己家里的想法，这样一来可以减少一部分租房的开支，另一方面她还可以帮忙照顾2个年幼的孩子。于是两人在经过商量后，他们在1997年9月搬到了丹尼尔父母的家。2代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时间长了避免不了产生一些摩擦。为了避免这些不必要的麻烦，丹尼尔的父亲又在他们家附近建造了一个活动板房，这样他们才最终安顿了下来。这时的丹尼尔和丽莎还对未来抱有希望，他们申请了破产，准备解决之前欠下的所有债务，重新开启新的生活。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在接下来的某天，一场意外打乱了所有的计划。1998年7月18日，一个宁静的夏日夜晚，当地警长办公室接到了丹尼尔绝望的报警电话。丹尼尔声称他的妻子丽莎死在了家中。接到报警后，警方立即赶往了案发现场。在到达后，他们找到了正在焦急等待的丹尼尔。为了避免现场遭到破坏，警方把丹尼尔叫到了一旁，同时另一波警察在现场做着紧张的勘查工作。警方首先安抚了丹尼尔，并要求他讲述发生的事情。丹尼尔对警方说，他今天的工作时间是在下午3点到晚上10点。由于丽莎早上有事情需要外出，所以他们约定好了要在下午3点之前回来，这样他才可以出门上班。但是在下午1点30分左右，丽莎打电话说她可能要晚点回去。最终丽莎到家的时间是在下午2点15分。由于上班快要迟到了，她在丽莎回家后立马开车赶到了工作单位。按照正常的下班时间，他要在晚上10点30分才下班，但是在8点左右，他突然接到了母亲打来的电话。母亲说，他的2个儿子突然跑到了他的家里，孩子说妈妈在家里睡着了，他们很饿，想要吃饭。于是母亲便给丽莎打去了电话，可是电话一直没有接听，于是母亲让他回家看看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在到家后才发现丽莎发生了意外。这时正在勘察现场的警方也有了初步判断，
丽莎的身上有3处枪伤，这是她致死的原因。当时丽莎的姿势有些尴尬，她半躺在沙发上，下半身盖了一条毛毯。拿开毛毯后，他们发现丽莎的裤子被拖到了膝盖下面，她的手里还拿着一个电动成人玩具的控制器。当时客厅内的电视机里还播放着一部大人才能看的电影。看到这个情况后，警方第一反应认为应该是丽莎在沙发上边看录像带边自我安慰时遭到了杀害。随后警方又仔细检查了整个房间，当时房间内非常凌乱，家里的抽屉都被拉了出来，里面的物品被随意丢弃到了地上。另外警方还在房间内发现了3枚.22口径的手枪弹壳。警方从现场判断，这应该是一起因为抢劫发生的命案。与此同时，询问丹尼尔的警察又走访了附近的邻居，距离他们家最近的就是丹尼尔的父母了。丹尼尔的父母家距他们家的直线距离只有100米左右，两家中间间隔了一片茂密的树林。警方询问了丹尼尔的母亲卡罗尔，卡罗尔的说法与丹尼尔描述的信息基本一致，大概就是他看到孩子突然跑到他们家后，他试图联系丽莎，但是他一直联系不上，然后他便打了电话让儿子回家看看。听到这里，警方产生了疑问，因为他们两家的距离很近，卡罗尔没有必要让他的儿子回家查看，他自己完全可以过去看一下。当警方提出了这个问题后，卡罗尔解释道说，他与丽莎的婆媳关系并不和谐，起因是因为儿子和儿媳因为经济拮据，不得已投靠了他们老两口。这种处境让丽莎感到有些不自在。丽莎是一个要强的人，所以她不怎么欢迎他去他们的家。卡罗尔还说，丽莎会把他的好意误认为是多管闲事，所以为了避免给儿子制造家庭矛盾，他一般不会去他们的家。正当警方与卡罗尔交流时，对讲机里传来了一阵刺耳的声音，现场勘查的警员有了重要的发现，于是警方又返回了案发现场。勘察现场的警员通过仔细检查后，他们又排除了入室抢劫的嫌疑。虽然案发现场看起来非常凌乱，似乎是遭到了抢劫，但是房间内的贵重物品并没有丢失，例如比较值钱的电器和珠宝首饰都没有被拿走。另外，他们还通过血溅飞溅测试发现，丽莎并不是在沙发上遭遇的枪击，她是在被打死后被搬到了沙发上。通过电视机的遥控器也可以印证这一点。如果真的是丽莎当时在沙发上看电视的话，按照正常的习惯，她应该会把遥控器放在身边，但是实际上遥控器被放在距离沙发很远的一个桌子上。这所有的迹象表明，肯定是有人在作案后伪装了现场。他们认为这个凶手一定是丽莎的熟人，因为陌生人不管是图财还是图色，他都不会在作案后大费周章的来伪造这样一个作案现场，这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好处。因此警方得出了结论，一定是一个对丽莎充满仇恨的人在作案后制造了这一切来羞辱她。面对这样一个令人困惑的局面，警方又找到了丹尼尔。这时丹尼尔仍然在现场。当警方询问他们最近的婚姻状况时，丹尼尔不太情愿地说出了一件事情。他说他与丽莎由于经济问题迫不得已被父母接济，他们因为缺钱的事情经常吵架。在搬到父母家后，他们的关系已经到了非常糟糕的地步，婚姻也无法继续下去了。因为他们负担不起离婚的费用，所以他们暂时没有办理离婚手续。他们约定好了继续在这个活动板房里生活，两人还是和平时一样轮番照顾2个孩子。他们打算在破产申请结束后再走离婚程序。丹尼尔坦言，他已经与丽莎分床好几个月了，他们在这期间内没有任何夫妻关系。听到这里，警方又询问了丽莎个人生活方面的问题。丹尼尔说，丽莎在与他结束了婚姻后又建立了一段新的关系，她的新男友不是别人，正是她的儿时好友肖恩。她平时晚上会住在男朋友的家里，只有在她上班的时候，她才会回家看孩子。听到这里，警方基本理清了思路，后续他们调查了丹尼尔当天的活动轨迹，最终他们确定了丹尼尔当天确实是在上班。考虑到他没有时间作案和伪装现场，于是警方排除了丹尼尔的作案嫌疑。那么排除了丹尼尔的作案嫌疑后，接下来第二嫌疑人就是丽莎的男友肖恩了。于是在案发1天后，警方找到了肖恩。肖恩当时还不知道丽莎遇害的事情，当他得知后，他非常震惊。他说他与丽莎确实是情侣关系，他也与她的丈夫丹尼尔是朋友，但是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是在丽莎与丹尼尔分手之后，所以他们的关系是正常的。由于丽莎和丹尼尔还在债务纠纷中，所以丽莎暂时没有办法与丈夫离婚。她与丽莎其实已经做好了打算，他们会在所有事情处理完毕以后结婚。肖恩的说法还没有完全赢得警方的信任，于是他们又问起了他在过去24小时内的活动轨迹。
肖恩十分配合地拿出了他的办公电脑，他是一名 IT 工程师，他在案发的当天下午一直在工作，他的工作记录可以证实这一切。警方在查看了电脑的运行记录后，也排除了他的作案嫌疑。接着警方又问起了他最后一次见到丽莎的时间。肖恩表示，在案发当天的早上，他与丽莎在他们家进行了约会，他离开的时间大约在下午1点左右。当时丽莎看起来有些焦虑，她说她准备带着孩子去父母家里住一段时间，因为她感觉最近丹尼尔有些暴力倾向，她担心自己会受到伤害。肖恩非常支持丽莎的想法，但是他不建议把这个消息提前告诉丹尼尔。肖恩说他很了解丹尼尔的个性，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丹尼尔肯定会反对这个决定。为了让警方相信他的说法，肖恩又起身拿起了一盘磁带，他对警方说这是丽莎偷录他们的对话录音。他曾说过，丹尼尔在这段时间经常发脾气和摔东西，还有一次他把手放在了他的脖子上，威胁要掐死他。于是丽莎才决定偷偷录下他们的对话。她在生前多次强调，如果自己出现了意外，一定要她把这盘磁带交给警察。听到这里，警方也说出了他们的看法。警方说，他们调查了丹尼尔的上班时间，根据上班时间来看，他们并不认为丹尼尔能在上班之前完成这一系列复杂的举动。肖恩听到后不加思索地说道，一定是卡罗尔干的。肖恩说，丹尼尔是一个典型的妈宝男，他做任何事情几乎都要经过他的母亲卡罗尔的同意。他自己本身除了上班外，生活自理能力非常差。丽莎之前也曾经说起过她与婆婆卡罗尔相处时遇到的问题。她说卡罗尔会监视她的一举一动，甚至还会偷偷跑到他们家里翻她的东西。自从她的2个儿子出生后，这种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了。卡罗尔对他的2个孙子看得非常重要，他们经常为了照看2个孩子的事情发生冲突。肖恩认为一定是卡罗尔策划了这一切，并帮助了丹尼尔完成了犯罪。在结束了对话后，警方认为肖恩的说法可信度非常高，于是他们决定对卡罗尔家进行搜查。可是他们在卡罗尔家并没有发现作案的凶器，但是他们找到了一个日记本，日记本上详细记录了卡罗尔对丽莎的种种不满，例如几月几号丽莎没有打扫房间，几月几号没有照看好孩子。这些内容也印证了卡罗尔一直在监控丽莎的说法。另外，卡罗尔还在日记里写到了他与儿子的关系，例如他教导丹尼尔如何教训他的妻子，并让他做一个大男子主义的男人。而更加令警方感到震惊的是，卡罗尔居然在日记里写到了丽莎被杀后，如果他的儿子丹尼尔被捕会被判多少刑期。看到这里，警方基本认定了卡罗尔和丹尼尔就是凶手。虽然间接性的证据是压倒性的，但是此时的警方需要更加具体的证据才能逮捕他们。于是警方找到了丽莎的母亲唐娜，他们希望能在丽莎母亲那里找到有用的线索。丽莎的母亲对警方说，她的女儿在遇害前曾经多次对她提起过丹尼尔威胁她的事情。她在得知后要求丽莎尽快离开丹尼尔，但是丽莎却说现在还不是时候。丽莎的母亲告诉警方，自从女儿告诉她这件事情后，她整天都在担心女儿的安全，她几乎每天下午都会给女儿打电话。可是在案发的那天，她一直没有联系上丽莎。他给丽莎在电话里多次留言，问她在哪里，可是一直没有收到她的回复。得到这条线索后，警方准备从电话的答录机中取出录音作为证据，希望能帮助缩小丽莎的死亡时间范围。可是当警方拿着答录机进行调查时，发现里面只有她的婆婆卡罗尔的2条留言消息，他们并没有找到丽莎母亲说的那些留言。考虑到这里，警方认为丽莎的母亲唐娜肯定不会撒谎，如果上面没有她的留言，那一定就是有人在答录机上做了手脚。于是警方把设备送往了 FBI 鉴定中心。鉴定结果显示，丽莎母亲此前打电话的留言被删除了，而卡罗尔留下的信息却一直还在。得到这条信息后，警方认为只有一个人有动机和机会篡改丽莎的答录机，这个人就是卡罗尔。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证实自己的不在场证明。这个新发现的证据让调查人员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丹尼尔和卡罗尔在谋杀案中可能扮演的角色。通过警方对丹尼尔的问话，他们得知丹尼尔之前曾经拥有过一把相同口径的手枪，但是丹尼尔却说他把那把手枪卖掉了。当警方继续追问时，丹尼尔却说他记不得当时卖给谁了。这种含糊其辞的说法引起了警方的注意。根据这些线索，他们相信作案动机一定是因为丽莎之前说过要带孩子搬家的事，这件事情通过丹尼尔传到了卡罗尔那里。卡罗尔为了避免孩子被带走，所以他策划要一劳永逸地解决掉丽莎。
警方认为，在案发当天丽莎回家后，丹尼尔先开枪打死了她，之后他便匆忙地出门上班了。然后这时主谋卡罗尔接管了这一切，他故意制造了因为抢劫发生意外的假象。由于他非常痛恨儿媳丽莎，所以他摆出了这一系列羞耻的事情来侮辱她。现在警方已经掌握了作案动机和相关的旁证，但是他们并没有立即实施抓捕。为了确保案件可以顺利地走到审判流程，他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巩固这起案件。最终在3年后，也就是2001年7月20日，警方在塔科马一家康复中心逮捕了卡罗尔和他的儿子丹尼尔，他们被指控犯有1级谋杀罪。2003年2月3日，这起案件最终有了结果，卡罗尔和丹尼尔被判所有罪名成立，被判处37年监禁。然而这场官司还没有结束，在2006年，上诉法院推翻了之前的判决，原因是高等法院的法官认为，之前警方在搜查卡罗尔的家时并没有获得搜查令，所以他们认为取证不合法。这一结果对警方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正当他们准备材料要进行2次审判时，他们被告知变诉协议已经达成，卡罗尔表示认罪，他从1级谋杀改判至2级谋杀，被判处9年有期徒刑。他的儿子丹尼尔也被判2级谋杀，获刑23年。这一结果对警方和卡罗尔的家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他们认为这是对正义的嘲弄，但是基于结果，他们被迫接受了这个令人沮丧的现实。截止到现在，丹尼尔仍然在监狱内服刑，而他的母亲卡罗尔在恢复自由身后于2010年去世。导致这起悲剧的原因是多样性的，丈夫没有主见，婆婆又过于强势，看似是妻子要带孩子离开是引发事故的原因，但是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来说，她的离开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她看不到任何希望。无论夫妻之间的关系有多深，哪怕以前是青梅竹马，一旦陷入经济危机，整日为柴米油盐操心，基本都会产生矛盾。但是不管怎样，这都不是一个可以剥夺一个人生活和选择的原因。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希望大家都可以顺心如意。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帮我点赞加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大熊，咱们下期见。